妃娘娘，您不能！皇儿，我才是你的生母啊！舒太妃，说什么？当年太子满月那一夜，本宫亲手让人将你换了过来。这便是他理念的儿子。你若不信，大可去查当年坤宁宫所有的旧产婆。萧旭恒，你身体里流的是我孙家的血。他早已不是什么安王，他是被废为庶人，永世不得回京的萧荣泽。淑妃調換自己和皇後的孩子，卻偷雞不成蚀把米，害了自己的孩子。真是太精彩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敢来见我？母妃，后背有月牙形状胎记的人是儿臣，右腿膝蓋上有顆很小黑痣的人還是兒臣。不可能，這不可能！你撒謊，你在撒謊！這麼多年來，原來這就是母妃一直冷待我的原因。您從小對我動輒打罵。我發熱時，您把我扔在冰冷的地板上；我不聽話時，您把我關在無人的黑屋子裡。我以為是母妃嫌棄我身體太弱，誰曾想帶下去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安王蕭榮澤蓄意謀反，罪責昭然，難容寬宥，今革去其親王封號，廢為庶人。即日押解流放黔州，永世不得歸京。欽此。阿芷，若我年少時能為自己而活，你我現在會不會更幸福？會。這是少時的學堂。錄旨：今日第一日入上書房便走神。學生知錯。沈燕，陆家妹妹，長高了不少。你倒沒怎麼變。沈副將調任京營，我隨父回京，以後大約會長留京城了。這個還你。你還留着這個？能用就留着了。你我從小一起長大，往後在京中有事便來尋我。我住城東沈家老宅，離陸拱不遠。好。那位就是二皇子，他看着不太高興。他向來那樣。不愛與人親近，那看來我是例外。他方才那一眼，分明是在打量我。快走吧。二皇子殿下既來上書房，便該用心治學，莫總拿病弱做借口。父子，今日風寒，二殿下並非有意中斷。若要罰，學生願代抄《周禮天官篇10遍。那你便到廊下去抄。本殿不願欠人人情。那我收下。你不該替我出頭。為何？無意。世間之事，若只做有益之事，便太無趣了。凡君有3元，良有3宴。周禮君旨：邊關若有急報，京畿、靈州、本藩3路援軍當同時馳援。
軍糧出關前、轉運中、入營後，皆有嚴格查驗。3路援軍，2路糧道，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同時失誤？除非有人故意压下了調兵的虎心，除非有人在粮草上動了手腳，斷了前線的生機，除非那根本不是一場戰敗，而是一场從這繁華京城裡送往雁门關的殺局。唐姐姐，给，谢谢旭恒。皇后娘娘近来可好？殿下近日咳嗽，寒凉之物还是少饮为好。多謝陆姑娘提醒，并非挑拨殿下與淑妃娘娘，只是藥性如此。殿下若不信，可請太醫院旁人來瞧。若小儿久用此方，会如何？寒凉太過，傷脾肺，耗根基。誰在用？書上開來的。陸姑娘，宮中少問少聽，活得久。若少問少聽，有人活不久呢？這是幾味溫補的藥膳方子，性情平和，或可一試。多謝溫太醫，今日之恩，陸直銘記在心。臣女見過皇後娘娘，見過長公主，見過太子殿下。你就是敢同二皇帝相處的陸芷。回公主，是臣女。你召服榮澤是因憐憫，還是另有所求？臣女不敢憐憫皇子，臣女只是覺得二殿下勤勉，不該因體弱受苛待。是個會說話的姑娘。陸姑娘為何願意幫二皇帝？二殿下也是陛下的孩子。賜牌，以後若有急事，可來坤寧宮。托娘娘洪福，臣女謝娘娘恩典。有了皇後的庇護，接下來的路便好走了許多。原來陸姑娘接近我，是為了入皇後娘娘的眼。殿下若有一日能平安順累，我便不算白費心思。平安順累，這宮裡最不值錢的，便是這4個字。殿下信我就能平安順累，說的你像是觀世音菩薩轉世一樣。此次大考，二殿下答得極好，得了次席，距太子殿下僅差半分。糟了，前世他說過，那次他考得好，滿心歡喜去見淑妃，換來的卻是長耳。誰准你考次級的？母妃，兒臣只是想讓母妃高興。搶太子風頭，也叫讓本宮高興？臣女陸芷求見淑妃娘娘。進。陸姑娘倒來得巧，臣女方才得夫子吩咐，來問二殿下明日還去上書房嗎？夫子說殿下課業行好，若因病缺了，實在可惜。本宮也是心疼榮澤娘娘慈母之心，宮中人人作之。讓你看笑話了。什麼笑話？是殿下掉小珍珠，還是殿下考了第2名？你都考第2名了，別不高興了。可我若不優秀，母妃不喜歡；我優秀了，她也不喜歡。既然你如何做她都不滿意，不妨讓自己開心一點。你為何總是能放寬心？高興過一天，難過也過一天，為何不高興得過呢？殿下以後多把精力放在自己想要的身上，你就會發現生活其實很美好。時候不早了，我也要回去了，殿下也快些回去歇息吧。
還記得這棵樹嗎？你小時候風箏掛上去，我爬上去替你取，摔得膝蓋都破了。那你還嘴硬說不疼？我可是男子，怎麼能哭哭啼啼的？阿芷，回京這2年，我翻了翻兵部的舊檔，順藤摸瓜，發現有幾處與雁門之戰對不上。哪裡對不上？可兵部存檔的調令3路援軍，有2路被壓了整整3日才發。但我查過同期西北諸路的軍報，沒有一處提過那幾日前有匪患。按我朝軍制，雁門關告急，應有3路援軍同時馳援。可是，兵部存檔的調令記錄裡，有2路援軍的調令被壓了整整3日才發出。3日？理由呢？理由是粮道遇匪，需先行清剿。粮道遇匪？我查過同期西北諸路所有軍報，沒有一處提過那幾日前有匪患的記錄，卷宗是乾淨的。阿芷，援軍是被人為攔下來的。芷兒，等爹回来。小妹，等我回来，給你帶雁門的月亮。不是戰敗，是蓄意謀害。回京後便開始查。你查了多久？起初这只是在整理舊檔時無意翻到，後來越看越覺得不對勁。陸伯父是為國捐軀的英雄，他的事我絕不會讓他不明不白的過去。前世父兄在我少時戰死，這事成為了我的心結。沈大哥，你要查這件事，算我一個。我本就是來找你一起的，陸伯父的事兒我不會讓他不明不白的過去。阿芷，過些時日我再來看你。六皇子降生，和公同慶。陆姑娘又來做什麼？給殿下過生辰。你怎麼知道？上書房名冊寫着。你說，母妃是不是從來都不喜歡我？殿下值得很多人喜歡。可我想得到母妃的疼愛。那殿下也該先喜歡自己。別人忘了你的生辰，你自己不能忘。你說的對，陸姑娘。叫我陸芷就好。謝謝你，陸芷。唐姐姐，今日淑妃娘娘在宴上竟然說你年齡稍大，要求取消婚約。聽見了。她憑什麼認為能做主我的婚事？陛下未下旨，我便仍是未來的太子妃。殿下別氣。姑不想你嫁給別人。姑就是知道你就是太子妃，父皇早就定了她，誰也不能改。知道了，殿下回去吧，夜風涼。唐小姐她知道要等太子幾年，可她願意。你怎麼又回來了？接殿下。伞歪了？沒有。你半邊都濕了。殿下眼神好，看來病好些了。淑妃終於要真正盯上我了。上一世淑妃的自作聰明，想為她調換過的太子擇一門不好的姻緣，而失去父兄，空有郡主頭銜的我，便是她最好的選擇。沒有根基的岳家，構不成威脅。陸姑娘聰慧，本宮很喜歡。感念你這幾年照護榮澤，這匣珠花賞你了。不過，女子最要緊的是分寸。臣女明白。臣女與殿下同在上書房讀書，言行皆在人前。若娘娘仍覺不妥，臣女願請皇後娘娘裁斷。母妃若有不滿，責罰兒臣便是，何會為難陸姑娘？你為他頂撞本宮。陸姑娘無錯。好啊，好啊！殿下今日不該來的。我若不來，母妃會拿你撒氣。殿下不怕娘娘生氣？怕。
可我更怕你以后不来了。我忽然想起前世的前周，在那个破败的流放院里，他把一纸和离书塞到我手里，哑着嗓子说：“陆芷，你回京吧。”那时的他以为自己一无所有，什么也给不了我，可这一世，他就已经学会了挡在我的身前。他在害怕失去我。我不会不来的，只要殿下還需要我。人为拦下援軍，此事必然牽涉極廣。僅憑一份孤證，無法撼動幕後之人。我們必須構建一條完整的證據鏈。你有什麼想法？我將此案拆解為6個關鍵點，可稱之為3帳2令1人證。第一帳是戶部糧草入倉帳，雁門戰前10日，戶部明明撥出了3萬擔軍糧，有出庫記錄，但這批糧草的照面卻顯示在京郊豐台倉停留了整整3日，沒有按正常議程發往西北。這3日剛好是援軍被延誤的時間。拖延糧草，就是為了製造糧道預匪的假象。正是。第二章便是兵部調令的簽押簿，我們需要找到那份寫着暫緩發兵的便令，看到底是誰簽的字。第三章呢？我查到，當年負責轉運這批糧草的邊商孫滿倉名下突然多出一筆巨額內庫銀，而銀票的經手人指向了淑妃宮中的心腹周內侍。兩令又是指什麼？一份是蓋有淑妃私印的手令拓印，內容可能與孫滿臧或糧草有關；另一份，也是最關鍵的，是那封下令援軍緩發3日不可外傳的親筆密信。這封信才是他的催命報。最後1人證，當年淑妃宮中負責傳遞密信的掌事宮女錦屏，她或許是唯一的人證。若只拿到手令拓印，淑妃可以推說私印被盜；若只拿到銀帳，必須3帳2令1人證之大，環環相扣，所有證據全部到手，才能讓他永無翻身之地。還不夠，不夠，3帳2令1人證俱全，足以讓他萬劫不復。雁門舊案只是他的罪，扳倒他，我還要送他一份大禮，一份屬於他的報應。換子，你動作這麼大，唐姑娘又配合得如此明顯，我若是再猜不到，便不配與你一同查案了。淑妃送的。說是感念我照拂二殿下。這底厚得不尋常。張氏，其父兄為兵部郎中；王氏，其家族掌管封倉。他送的不是珠花，是棋盤。一張拉攏你，也利用你的棋盤。這些人家，每一個都可能成為他以後棋局上的棋子。棋盤收下，棋子換掉。阿芷，你如今像極了陸伯父。他當年在西北排兵布陣也是這樣，看似退了一步，讓敵人以為佔了先機，其實早就想好了3步之後，把對方所有的後路都堵死了。父親教我的是陽謀，是堂堂正正的兵法，但對付陰鬼小人，就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市井流言傳得最快，尤其是這種半真半假的消息。我們就說，當年雁門援軍被扣，是因兵部一位姓錢的郎中貪墨銀兩，私自篡改了軍令。如今證據就在他家中舊物裡，被當成廢紙賣到了城西舊書鋪。錢郎中3年前就已病故，死無對證。淑妃若想撇清關係，就必須銷毀可能牽連兵部舊檔的證據，哪怕是假的。他自己不會動，最信得過的人只有周內侍。我這就去安排。經營的暗哨會在城西盯上3天，保證萬無一失。萬事小心。聽說是雁門舊案的內幕，兵部那個錢老君。這好。蛇出洞了，周內侍一動，
便等於親手畫出了一條線，將深宮裡的淑妃與塵封在兵部庫房裡的雁門舊傳牢牢地記在了一起。西北買的不算金貴，但刀口好，防身用。陆姑娘，二殿下，你今日出宫了。向母妃告了假。这位是沈燕，沈副将之子。沈校尉。二殿下，二殿下好雅兴，居然能出宫来和阿芷及笄。本王与陆姑娘相识多年，及笄之礼自然要来。阿芷，你与这位二殿下似乎不只是同窗那么简单。我知道了，有些事你自己想清楚就好。我只提醒你一句，他是淑妃的兒子，你如今在查的事與他母親有關，將來若真查出什麼，你與他之間不會好過。陆姑娘在忙，理一些旧物。下人刚摘的实心果子，给你带了些。二殿下倒殷勤，隔三差五便送東西来。沈校尉也不遑多讓，本王听說沈校尉近日常往城西舊書鋪跑，不知在尋什麼好書。閒來無事，尋些雜書看罷了。阿芷，二殿下在查我。他方才那句話，分明是知道我近日在查什麼。我跑過的地方，他都留意着。你在查雁門舊事。二殿下消息靈通，那是陸將軍的事，與沈校尉何干？陸伯父的事，便與我有關。二殿下為何要攔我？他若查下去，會查到我母妃頭上，這件事會害了他。他已經在查了，攔不住了。二殿下是怕查出什麼來，還是怕查出來了，他為難你？二殿下，你若真心待他，就自己把真相告訴他，別讓他從別人嘴裡聽說。你若不敢，就離他遠些，別讓他將來為你為難。別讓他為難，別讓他為難。你若真心待他，就自己把真相告訴他。你若不敢，就離他遠些。夜深了，殿下怎麼還在這裡？阿芷，若有一日，母妃真的做了不可饒恕的事，你會不會連我一起恨？我恨的是作惡的人，不是被他害了一生的人。若他害的是你父兄呢？那我會要他付出代價。我幫你。阿芷，你叫我查的人，我已大概掌握了位置。唐家小姐占着太子妃位置呢。哎呀，唐姑娘今年都19了吧？这女子的大好年華可就這麼幾年？可不是嘛，唐姑娘等得起。太子殿下長大了，可未必領情呢。畢竟這年少木少義，人之常情嘛。誰說姑不感情？參見太子殿下。姑的太子妃是父皇下的旨，是姑親自認的。他等姑幾年，姑便記他幾年。姑的太子妃，還輪不到旁人來議論。不敢。
姐姐，他们說的那些混賬話，你別往心裡去。好，這位未來的君主已經擁有了守護他在乎的一切的力量和決心，將雁門舊案的真相交由他來裁決，將是最終也是最公正的選擇。就算他不會，皇後娘娘也會讓淑妃的自作忠明付出代價。這是淑妃手令的拓印，上面蓋着她的絲，這是2道銀子被劫的底賬，2份東西對得上，時間、數目、經手人都有跡可循。阿芷，可吃過晚飯？二殿下，你來得正好。這是母妃的詞。二殿下認得便好，這上面寫的是梁道御匪暫緩發兵，你母親用一道手令斷了雁門援軍的生路。這些證據加上那位證人，夠了嗎？夠了，只要找到當年經手此事的掌事宮女錦鵬，證據便是鐵定的。京郊柳樹村，我同你們一起去。二殿下想清楚了，那是你母親留下的證據，你要親自去拿。若她確實做了這些事，我便不能讓她永遠被誣着，我就給她公道。那便一起去。不過醜話說在前頭，若到時候你心軟了，我会把她帶走，你別來。我不會心軟，最好如此。好啦好啦，我還在這裡呢，你們兩個要打起來嗎？打？他可打不過我。院裡的桃花開得好，我叫人做了桃花羹。阿芷，吃一些吧。尊敬的二殿下，請問我的呢？你們像小孩一樣。誰跟他像了？沈校尉這一路看了本王許多眼，是有話要說？沒有，只是確認二殿下還在車上，沒有臨時反悔，跑回宮裡去通風報信。本王說了不會反悔。人心這東西最是善變，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往往是兩回事。二殿下的孝心，京城內外誰人不知？我只是怕殿下到時見了人，忽然念起母子親情，臨陣倒戈。车殿，坐。我不会讓你有事，也不會放過害了你父兄的人。我知道。锦屏，前上福局掌事宫女。雁門關戰事那年，你負責為淑妃娘娘傳遞出宮密信，這本是兵部當年往來軍令的存底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少了點什麼？這枚珠花是淑妃娘娘宮中獨有的樣式，你出宮時，娘娘賞了你一對，對不對？這是我們找到的另一隻。別殺我！別殺我！不說，我全都交出來！二殿下，還要往下看嗎？看完了。
扭曲了2世的命運，在這一刻，終於被扳回了他應有的軌道。哪怕只是偏離了原先悲劇的半寸，也已是天大的幸運。關於雁門的舊案證據，我想好了，咱們不能現在成帝。為何？我要等到淑妃窮途彼險，集結私兵謀反之日，再一同成帝御前。好吧，聽你的。芷兒，這可如何是好？聖上竟将你册婚給安王蕭榮澤。安王雖是皇子，可人人皆知他性情古怪，體弱多病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位淑妃娘娘實在不是好相圓的呀。你嫁過去，這以後的日子……叔父放心，芷兒心中有數，我自己盘算得清。你这孩子，安王殿下，圣旨白日才到，您怎么晚上就等不及，还学会翻墙了？阿芷，你可情愿？殿下都翻墙来了，才问我是否情愿，这似乎不合规矩。我想亲耳听你说。我愿意。王爷看什麼呢？看得這般入神。像做夢。我倒想問問王爺，父皇本是賜婚在2個月之後，您怎麼急急忙忙地跑去求情，非要將婚期提前到6天後？沈燕日日跑到陸府與你敘舊，本王一向臉皮薄，等不及。王爺、王妃，這是娘娘特意為您備下的新婚賀禮。王爺，娘娘說了，您新婚燕爾，正是開府立業的好時候。這些人都是娘娘為您準備的班比，您可要好生利用，莫要辜負娘娘一片苦心。王爺，王爺，您這是做什麼？這可是娘娘。回去告訴母妃，本王新婚，只想陪王妃，她的苦心，本王受不起。從這一刻起，蕭榮澤真正把自己從淑妃的掌控中徹底奪了回來。什麼？你說安王他將冊子燒了？好啊，不聽話的棋子！你派人去打探他們的情況。殿下也不仔細些，下次練劍時可不能再胡亂來了。上次沈岩說我打不過他，我看我好好練，不信打不過他。兩個幼稚鬼。新來的，手腳倒還利落，叫什麼名字？奴才叫小泉子，謝王妃誇獎。這裡沒你的事了，下去吧。阿芷，今天演這場戲是為何？這是最後一集了，從今以後，你再也不用背負他的任何希望和枷鎖。其實淑妃對你的忽視，是因為……說，看到了什麼？回娘娘，奴才看到了，看清楚了。安王殿下他身上確有月牙胎記，就在左肩下3寸，膝上也確有一顆痕跡。
宮明明換了，本宮明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东宫，本宫的孩子是太子，是太子！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！去查唐秋卿，去查当年满月宴所有职业的人，给本宫去查！已经晚了，唐玉清、荣泽，所有的一切都串起来了。本宫冷待了20年，折磨了20年，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的萧荣泽，竟然是本宫拼了性命生下的亲生儿子！荣泽，母妃，你怨本宫？母妃想听真话吗？荣泽，当年之事我不知道。我若知道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会那样待你？所以母妃的意思是，若我不是您的亲子，便活该被冷待，被下寒药，被泼冷水争宠，被骂不该抢太子风头。儿臣曾很想让你喜欢我，如今呢？如今儿臣有王妃了。王爷，城郊有人打着安王的旗号击兵。怕吗？怕。那还跟来？不过走一趟城楼。阿芷，这一次，我选正道，也选你。本王乃安王萧荣泽，今日尔等若放下兵器，守月之外，皆可从轻发落。王爷，淑妃娘娘说了，您才该坐的位置。淑妃娘娘錯了，本王亦錯過。皇位有儲君，國有法度，不該由兵戈來奪。放箭！給我放箭！荣泽。哀中響徹皇朝，皇帝駕崩了。父皇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妾罪无可恕，只求陛下莫牵连安王。他不曾谋逆，是臣妾害了他一生。荣泽，对不起。母妃，儿臣不能替儿时的自己说不疼，那些寒药、冷水、责骂都是真的。儿臣也曾真的以为自己不配下。陛下，当年雁门之戰的所有細節與罪證皆在此，孫滿倉與錦屏口供一一對上，皆可作證。舒太妃喝刑招染，赐毒酒。沈燕，你要走了？经营的差事交奠了，明日随父亲回西北。
這麼急？再不走，怕是又舍不得了。阿芷，我小时候答应过你，誰欺负你，我就替你打回去。你父兄的事，我查到今日，也算没有负了当年那句话。我忽然想起年少时，雁门城外，我摔破了膝盖，是沈燕背着我回府，我被人笑没有兄长護着，也是他擋在我身前，說往後我就是阿芷的大哥。這些年，你一直都記得？怎麼會不記得？你小時候最怕黑，怕打雷，怕一個人走夜路。可如今，你已經能獨自走到這裡，把你父兄的冤屈翻出來了。二殿下，往後好生待他。沈將軍，本王欠你一次。不必，我查這件事，不是為了讓你欠我人情。沈燕，別哭，你小時候一哭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這個，還你。那年你說等我立了戰功，就把它拿回來，換你請我喝一壇雁門最烈的酒。我還欠你那壇酒。欠着吧。西北風沙大，但天高雲闊。你若有空來看雁門的月亮，到時候我請你喝。沈燕，你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阿芷，如今有人願意站在你身邊，我便放心了。少年故人遠赴西北，而他終於走向新的歸處。他太小了。我知道他又想起了自己從小不被生母抱過的過往，所以以後我們要好好疼他。